大家好，我是玉妍。我记得应该是非常小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去过海，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很漂亮。然后后来的时候，至于很多细节怎么去的，包括住哪儿了，就完全忘记了。但是只能记得当时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还很蓝，会有冲击力嘛，就是记得那个场景。那应该是很小，但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对，因为都不记事儿嘛，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带我去海边玩那个滑翔伞，对，然后记忆就非常的深刻，因为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刚吃完饭，就去玩那个滑翔伞了，然后回来我就得了阑尾炎。是因为运动引起的吗？当时对，应该是吧。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运动引起，所以就大家吃完饭不要做运动，对，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没有阑尾。但那个活动还挺刺激的，就是滑翔伞。对，就很小的时候嘛，因为我妈是属于那种看见什么好玩新奇的东西都会想带我玩的。然后我这个人本人也是一个小时候胆子很大的人，但是经过小时候的种种胆大，导致了一些后果，然后就现在滑翔伞什么之类的就应该是不会做了。小时候吃过亏，对，阑尾没了嘛。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北戴河、南戴河，类似于这种。然后具体多大岁数我是真的忘了，反正就还挺小的。失去阑尾的那一年。对，就还挺小的。你看我这人心多大，我失去阑尾我都不记得我是多大失去的，就是忘了。其实就是我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嘛，我觉得第一次是小时候看到的海还挺美的，然后后来就是感觉就是在画面里或者是画里啊什么之类的那些海比较美，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再去看海的时候，海边还是会有一些垃圾的，然后海也不是很蓝，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你游玩的同时，你很开心，但是也不要忘记带走你就是留下的垃圾，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重要的。我就是这一次潜水可能跟上一次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会有拍那个短片，然后短片是需要你下到那个泳池里，然后去有一个这样的憋气的这么一个环节，但是那个时候也不算是潜水，只是你单纯的在里面憋气。我是属于什么？我是可能这个平面，这是就是上来嘛，水上嘛，然后我可能就只沉下去一点点，然后再被那个钩环给勾上来。其实我是没有下到底下的，因为我对水来讲我会比较恐惧，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尝试往下沉，因为没有就是说像昨天一样会有那些氧气啊供给我，然后其实就是只是做了一个下沉的动作，但是昨天有点不太一样，昨天是有那个昨天是有那个氧气，然后我学会了那个用那个氧气，然后学会了这么一个就是老师讲说算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学会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首先就是克服了对水方面的一点点的恐惧，然后其次还拥有了一个新技能。昨天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学新东西的那种乐趣，get 到技能的乐趣。对，就是学新东西的乐趣，对于未知事物的那些就是你学会了就有一种征服欲，就是那种乐趣吧，我觉得。因为你后来拍的时候，你要潜下去，然后再上来，潜下去再上来，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你真正待在下面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会周围是很安静的吧？因为我就是吸完的那个氧完了之后会先排气嘛，肯定要吐出去才能再吸那个氧，所以就会有那种小气泡的声音。然后其实如果要是到下面的时候，差不多1-2米的时候，它那个耳朵会痛。对，就是会那个，对，会很有压力，就感觉，然后耳朵会很痛，然后就你得排那个压，然后才能让你的耳朵不是很痛，上来的时候才能听得到。以前嘛，以前好像还真的没有，就是
因为我比较怕水，所以我好像不会自己主动的去亲水。对，然后是因为工作，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因为给我介绍了一下我们，比如说我拍摄的时候后期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去呼吁大家，保护环境啊，就是说的我感觉那个。就是那感觉还挺动容的，因为是有一个主题的，就是我可能我在水池里我体会不到，但是他们后期是会加一些这种，对这些后期的主题会让别人看了以后，我觉得至少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对我看了以后会有这种的想法。其实我想象中的海底世界，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我觉得，大海是我们还没有探知的一些环境，就是肯定还没有探索得到，就是人类探索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肯定还住着一些跟我们一样的生物，也保不齐，就是大家会说话呀，怎么样的，然后会开什么舞会啊，就像动画片里那样。应该会非常有趣吧，就是在很深就像海绵宝宝里面一样，就在深海里面，对，就是对啊，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想问的就可能他们每天没有手机，到底在干嘛？就感觉应该在海底游来游去。除了游来游去，他们会聊什么？然后包括他们除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他们还会有什么别的零食吗？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会臭美吗？会照镜子吗？或者反正就等等这一系列行为吧。其实我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就是看了还是挺那个难受的，因为就是总是比如说会有一些渔民啊，就是你开着船或者出游的一些人，他可能就会去救助一些就是被那些网啊或者是对被塑料啊，他就是因为他常年缠住，他没有办法降解，他就会捆到那个肉里，然后就给他勒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痕迹，因为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可能只是不是故意的行为，或者只是随手的行为，你可能想不到你把这个东西丢下去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可能就只是随手一丢，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动物遇到了以后，对它来说可能就是很致命，或者是可能伴随它一生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如果它没有被这些人所获救的话，那它绑着，那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尤其是说像海龟啊这些龟类，它就是生活的时间会很长，那伴随它的肯定就是一直的痛苦，100年、200年一直陪着它那个。对，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要有意识的对这种事情真的要产生意识，你不能做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真的不是故意伤害，但是真的会造成就是可能大家对别人的伤害，那个生物链的循环没有那个意识，没有想到。对。你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那一瞬间就是想出海去，我也是想去解救一下他们。对，感觉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大家要是平时自己出海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搭手相救一下。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他有的事情可能都真的是举手之劳，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是从生活里的一件小事，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件小事。我并不要求大家去花费多少的资源，花费多少的钱财去做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你首先就从自己做起，你就首先别乱丢垃圾，你先别造成那么多的垃圾。你就比如说少用塑料的这些东西，少用这种一次性的东西，什么塑料袋啊，包括买菜的时候，我家里人一般买菜的时候都拿那种纸，就是那种什么布袋子吧，那种粉色蓝色的那种，虽然它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它很环保，就是因为它可以再次利用，而且它可以降解，所以就通过这方面你身边的这些小事情，其实这些身边的小事真的很难，有时候我知道可能养成了习惯很难去改变，但是可能就是这么一点点改变就能改变很多事情。
其实在大家的印象里海都是蓝色的，其实我想如果要是我想画的话，我肯定会画那种夕阳下五彩斑斓的海，就是那种照射到很多的光，然后会有五彩斑斓的感觉。因为海一般来讲的话，很多人是害怕的，会感觉很神秘，然后深不见底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海面它是一个可以投射很多东西的一个画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从绘画方面来讲的话，会有很多的发展空间。我其实没有就是说专门去关注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看那种画集，就是那种画作，就是包括在网上的，对，包括在网上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展览，就是定期的会有那种主题，我会去看一下，因为真的还挺美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照片照出来的，然后跟画出来的其实都很好看，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